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汇点生活的李安心。今天这期视频，如果您家里有年满65岁的长辈，请您务必重视，现在就把他叫到身边，或立刻点击分享转发给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因为从2026年1月1日开始，您手里那张可能已被遗忘的敬老卡将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升级。这绝不是小打小闹，而是一次能让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重大变革。这1年多来，大家聊得最多的是什么？是物价，是开支。很多老朋友抱怨，现在除了养老金不涨，什么都在涨。但今天李安心要带给您一个能实实在在帮您省钱，甚至可以说是在给您发钱的好消息。从明年开始，您手里的敬老卡价值将成倍增长，它能带给您的绝不仅仅只是免费坐公交那点事。说到这，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张卡我办了几年了，不就是坐公交车不花钱吗？如果您真是这么想的，那今天这期视频您就更是非看不可了。因为您根本不知道，您错过的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福利宝库。在详细告诉您这张升级后的敬老卡到底有多神通广大之前，想请您先帮我一个小忙。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请伸出手指，点一下那个写着订阅的红色按钮，关注汇点生活频道，再顺手点亮旁边的小铃铛。汇点生活这个频道只讲跟您养老金、福利卡、健康生活最直接相关的实在干货，只有订阅了，您才能的一时间收到通知，才不会让那些明明属于您的权益，因为没人告诉您就这么白白溜走了。好了，下面我们开始讲解。这次的敬老卡大升级，它的核心变化就是从一张单一的乘车证变成了一张覆盖您生活方方面面的全能生活卡。政府这次是真的下了大决心，要把对老年人的关怀从能出门升级到能舒心、有尊严、高质量的享受生活。所以这次升级整合了交通、医疗、文旅、生活服务4大领域的资源，目的就是让您晚年生活的每一步都走得更轻松、更踏实。那么具体是哪4大核心用法？您能享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在享受这些福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免得闹出误会，福利没享受到，反而惹一肚子气？今天安心就把这些弯弯绕绕掰开了揉碎了，用最通俗的大白话一次性给您讲得明明白白。首先咱们得先弄明白，这次升级是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上的。它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基于咱们国家这几年大力推行的一卡通便民服务理念。简单说，就是把您以前看病用的医保卡、去公园用的年票卡、去图书馆用的借阅卡，甚至是在社区享受某些服务时的身份识别功能，全都整合到您这张小小的敬老卡里。所以它不再只是一张交通卡，更是您的身份卡、医疗卡、优惠卡。这张卡背后的数据中心会通过加密技术，把您的信息跟各个部门连接起来。当然，您完全不用担心隐私泄露的问题，所有信息的调用都遵循最严格的法律法规，目的只是为了给您提供更方便的服务，而不是给您的自由加上枷锁。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重头戏，请您一定竖起耳朵听仔细了，看看这4大用法，您过去用上了几个，又有几个是您完全不知道的。第1大用法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交通出行，但这次是大升级。以前可能只是您所在的城市，或者只是公交车免费，但从2026年1月1日起，这个范围将大大拓宽。首先是覆盖范围扩大，很多省市之间实现了互联互通。什么意思呢？如果您住在 A 市，去 B 市子女家住，在当地坐公交地铁，拿出敬老卡一刷，同样免费或享受当地同等优惠，这就解决了去外地不敢出门，怕花路费的顾虑。其次是交通工具扩容，除了公交，越来越多城市将地铁、轻轨纳入服务范围，这股风潮正向全国推广。以后您出门，不管是去公园还是医院，地底下冬暖夏凉，不用风吹日晒，刷卡即进，方便舒适。更超前的城市，连轮渡也整合进了敬老卡。
天气好时刷个卡坐坐轮渡，吹吹江风，看看两岸风景，这晚年生活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第二大用法是很多长辈平时最需要，但过去觉得负担最重的医疗健康。敬老卡升级后，在这方面的功能堪称雪中送炭。第一个便利就是挂号。现在大医院看病，很多都要网上预约，手机操作，这对很多老同志来说，简直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升级后，在很多支持一卡通服务的医院，您可以直接在自助机上用敬老卡挂号、取号。您不用学那些复杂的手机操作，把卡一贴，按着屏幕提示走，简单明了。第二个也是最实惠的一点，就是体检和健康管理。以前社区偶尔组织免费体检，总得拿着一张纸质的通知单，有时候弄丢了就麻烦了。以后很多地方的免费或者低收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比如每年一次的常规体检、慢病筛查、中医体质辨识等等，都会直接跟您的敬老卡绑定。您只要在规定时间内拿着卡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刷，就能享受服务。所有的健康数据还会被记录下来，形成您个人的电子健康档案。以后您去看病，医生调出档案，对您的健康状况一目了然，避免了重复检查，也节省了看病时间。第三个是在一些试点的药店，您用敬老卡购买某些列入目录的老年常用药，比如一些降压药、降糖药，还能享受一定的优惠或者折扣。这虽然钱不多，但日积月累下来，也能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对于需要长期服药的慢病老人来说，这无疑是减轻了不小的经济压力。第三大用法是让您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咱们辛苦了一辈子，退休了就该好好享受享受生活。以前想去景点逛逛，看着那几十上百块的门票，心里就得掂量掂量。想去看看戏、听听曲儿，票价也不便宜。这次升级就是要把这个门槛给您降下来。首先是国有性质的公园、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以后对持有敬老卡的老年人，绝大多数都会实现免票或者凭卡享受极其优惠的价格。您不用再为了省那几十块钱在门口犹豫半天，想去看看新展览，想带孩子去博物馆长长见识，拿起卡说走就走。其次，很多地方的文化体育部门还会专门针对老年人，利用敬老卡的数据，定期推送一些公益性的活动信息，比如哪个剧场有免费的戏曲演出，哪个体育馆有面向老年人的太极拳培训班，哪个社区文化中心有书法讲座。这些信息可能您自己不知道就错过了，但以后它可能会通过社区的公告，甚至通过刷卡时的提示，精准地送到您面前。您可以用这张卡报名参加，去认识新朋友，去学习新东西，让您的晚年生活不再只是围着锅台转，而是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第四大用法是跟咱们日常生活最贴近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社区生活服务。这才是这次升级最温暖人心的地方。现在很多社区都在建设15分钟便民生活圈，而敬老卡就是您进入这个生活圈的钥匙。第一个是社区食堂。现在很多地方都新办了老年食堂或者助餐点，解决独居、高龄老人吃饭难的问题。有了升级后的敬老卡，您去这些地方就餐，可以直接刷卡，系统会自动识别您的身份，并给予相应的政府补贴或者老年优惠价。您不用再准备零钱，也不用担心忘记带优惠券，一张卡简简单单，吃得便宜又放心。第二个是居家养老服务。比如您需要找个钟点工打扫卫生，需要找人帮忙洗衣服、维修家电，或者需要享受社区的日间照料服务，今后您都可以通过这张卡在社区的服务平台上进行预约和支付。政府对特定困难老人提供的购买服务补贴也会直接发放到您的卡里，专款专用。第三个是一些便民超市或者老字号商店。作为一项社会优待，越来越多的商家愿意参与到敬老爱老的行动中来。您在指定的超市、商店消费时，出示或者刷一下敬老卡，可能就能享受到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的折扣或者赠品。
这不仅是省钱，更是一种社会对您尊重的体现，让您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生活在这个时代是被关怀、被爱护的。听到这里，我相信很多朋友心里已经乐开了花，开始盘算着这张卡到底能给自己省下多少钱，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多大的便利。但是安心在这里不得不给您泼一点冷水，甚至是拉响一个小小的警报。接下来的这几分钟，您要打起12分的精神来听，因为这可能比知道能享受什么福利更重要。因为福利是给准备好的人的，如果您因为忽略了某些细节，导致这张卡您办不下来，或者办下来了却用不了，那前面说的这些就全都成了镜中花、水中月，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根据各地已经出台的政策和一些先行试点地区的经验，帮您整理了3种最常见、最容易导致您无法顺利享受福利的情况。请您现在就对着自己或者家人的情况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踩到这些雷区。第一种最容易出问题的情况叫做卡没激活，等于白办。很多长辈都有一个习惯，不管是银行卡还是什么卡，拿到手往抽屉里一放，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但这次升级后的敬老卡，因为集合了金融支付和社保服务等多种功能，按照金融监管的规定，很多是需要您本人带着身份证和卡片去发卡银行的网点进行激活的。特别是那些涉及到补贴发放、能在超市消费的功能，如果不激活金融账户，钱就打不进去，你也花不了。有的长辈可能会说，我不需要那些功能，我就坐车免费就行。但问题是，有些城市的交通系统升级后，也需要您去社区或者地铁站的服务机上进行一次交通功能充值，或者说延期认证，否则那张旧卡可能在新系统里根本刷不了。所以，当您拿到新卡或者得知卡升级后的一件事，就是仔细阅读随卡附带的说明，或者去社区问清楚这张卡需要办理哪些激活手续。千万不要嫌麻烦，这临门一脚的功夫省不得，否则您拿着的就是一张没用的塑料片。第二种很容易被忽视的情况是关于个人信息要及时更新。这个信息主要是指您的联系方式、居住地址和健康状况。有的长辈可能会想，我搬家了，或者我换了手机号，跟政府有什么关系？这关系可大了。很多地方的社区服务，比如免费的流感疫苗接种通知、老年人体检安排，甚至是老年食堂的订餐电话，都是根据您预留的信息来联系的。如果您换了手机号，没去社区登记，这些福利通知就找不到您，您可能就错过了免费打疫苗的机会，错过了体检的时间。更关键的是，随着长护险等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全国的推广，政府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评估和照护服务，也是基于您登记的健康状况信息。如果您或者家人的身体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因病导致生活不能自理了，一定要的一时间通过社区或者街道更新您的健康档案，并申请相应的评估。只有这样，您需要的高龄津贴、护理补贴或者上门照护服务才能及时启动。所以，别让政府找不到您，要主动让福利找上门。第三种情况是关于对使用范围和规则要心里有数，这一点最容易产生误会和矛盾。很多长辈拿到卡，觉得既然升级了，那就应该是全国通用，所有地方全免费。但实际情况可能比这要复杂一点。比如前面提到的交通互联，它可能是在某些省份之间实现了互通，但并非覆盖全国所有城乡。再比如景区免票，它指的是国有投资的景点，很多私人的商业开发的景点是不在这个政策范围内的。又比如超市购物折扣，它可能只针对指定的几家爱心联盟超市，不是所有小卖部都能用。如果您不了解这些规则，拿着卡去一个不支持的景点被拦下，或者去一个不能打折的超市消费后没享受到优惠，心里肯定会不舒服，觉得政策是骗人的，是雷声大雨点小。所以咱们在享受福利之前，也要学会看清说明书。您可以在这样的频道里，或者通过社区的宣传，提前了解一下您所在地区的具体实施细则。
知道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心里有个谱，才能用得开心，用得舒心。听完这3大注意事项，相信大家心里也有数了。政策越来越好，福利越来越多，这是国家发展的红利，是我们辛劳大半辈子应得的回报。但是能享受到多少，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对信息的掌握和对规则的遵守，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阻挡了福利进家门的脚步。那么这些好政策，这些升级后的功能，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呢？一般来说，政策的落地需要一个过程。虽然很多地方都宣布从2026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政策，但这意味着从那天起，新的规则和系统开始运行。但落实到您手里那张具体的卡上，可能需要分批进行。有些行动快的城市，可能从年初就开始给新满65岁的老人直接发放新卡，或者给老卡持有者提供换卡服务。有些地方可能会慢一点，需要先进行系统调试。安心建议您从12月中下旬开始，就可以多留意一下社区公告栏的通知，或者主动去您所在的街道、乡镇的便民服务中心问一问。您可以直接问工作人员，咱们这儿的敬老卡升级了吗？新卡怎么换？需要什么手续？主动出击，永远比被动等待更能抓住机会。如果一切顺利，您成功换到了新卡或者完成了旧卡升级，那么从2026年1月1日起，各项新功能就应该能陆续使用了。特别是那些跟钱袋子直接相关的功能，比如社区食堂的补贴、药店的优惠。当您在2026年1月份的一次使用的时候，可以特别留意一下扣款金额或者账户余额。如果您发现，怎么比平时少花了钱，或者账户里多了一笔钱，那就说明这些福利已经真真切切地落在您口袋里了。最后跟各位长辈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这代人从苦日子走过来，勤俭节约是美德，但现在时代好了，国家给咱们谋福利，让晚年过得更有质量。这些福利不只是钱，更是一份尊重和关怀，告诉咱们社会没忘记当年的付出，咱们理应享受这份发展成果。所以咱们不仅要会省钱，更要学会享受生活，拿着这张小小的卡片，多出去走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多参与社区活动，结识老伙伴，多关心健康，享受便捷的医疗服务，让自己的晚年不仅活得长久，更要活得明白，活得快乐，活得有尊严。这张卡就是我们晚年幸福生活的金钥匙。如果您觉得今天安心整理的这些信息对您有帮助，或者您身边还有老朋友不知道这个好消息，请您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们。您的一次转发，可能就能让一位老人少跑冤枉路，多享受本应属于他的福利。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聊聊您那儿的敬老卡有哪些好功能，大家信息共享，福利才能共享。我是李安心，在汇点生活陪您一起把日子过得明明白白，把晚年过得舒舒服服。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用，别忘了点赞支持，还没订阅的朋友点个订阅，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福利通知。咱们下期再见，祝您身体硬朗，晚年幸福。